財富清零，這10個國家正在集體破產。昨日喝咖啡，今日撿垃圾，下一個會是誰？今天我們來聊一個讓人後背發涼的話題。你有沒有想過，一個國家可以在短短幾年之內，從人人喝咖啡變成人人撿垃圾？這不是科幻小說，這是正在全球上演的真實劇本。過去幾年裡，至少有10個國家相繼走向破產或瀕臨破產的邊緣，其中不乏曾經富得流油的石油大國，不乏曾被譽為中東巴黎的繁華之都，更不乏擁有全球最大牛肉出口量的南美強國。他們有的欠債上千億美元，有的貨幣貶值超過 90%， 有的老百姓連一瓶牛奶都買不起。可最恐怖的是，這場國家破產潮並沒有停下來的意思，反而有越演越烈的趨勢。到底發生了什麼？這10個國家是怎麼一步步走向深淵的？而下一個輪到的，會不會是你我身處的那片土地？我們先從最慘烈的說起。第一個，委內瑞拉。如果要在全世界選一個從天堂掉進地獄的典型案例，那非委內瑞拉莫屬。這個國家坐擁全世界已探明最大的石油儲量，比沙烏地阿拉伯還多。上世紀70、80年代的時候，委內瑞拉人有多富，他們周末飛去邁阿密購物，在高檔商場裡什麼都買2個，連美國人都看傻了眼。首都卡拉卡斯的高速公路寬敞氣派，摩天大樓林立，拉丁美洲其他國家的移民擠破了頭想進來分一杯羹。那時候的委內瑞拉就像一個含着金湯匙出生的富家公子，從來不知道窮是什麼滋味。可你再看看現在，從2013年到2023年，這短短10年間，委內瑞拉的人均生活水準暴跌了 74%。這個跌幅意味着什麼？意味着你本來月薪1萬，現在只剩2600，而物價還在瘋漲。2018年的通貨膨脹率超過 13萬，你沒連錯，是13萬。超市裡一包衛生紙比1個月工資還貴，老百姓連除臭劑和奶粉都要去黑市搶購。整個國家每天大規模停電，醫院裡沒有藥品，手術台上的病人因為停電而死在手術中途。截至2025年，超過680萬委內瑞拉人逃離了自己的國家，這是全球最大的難民危機之一。甚至有人為了活命步行穿越哥倫比亞的叢林。一個石油儲量全球第一的國家，竟然淪落到加油都要排48小時隊的地步。為什麼？因為他們的政府把整個國家經濟都押注在石油上，當國際油價崩了，一切跟着崩了。更要命的是，扎維茲和馬杜羅政府瘋狂把民營企業收歸國有，卻經營得一塌糊塗，工廠停工，產能歸零。然後政府缺錢了怎麼辦？印鈔票。印了多少？多到老百姓上街買菜不是帶錢包，而是拉着一整袋紙幣去。2021年政府直接刪掉了貨幣上的6個零，發行新版玻利瓦爾。可3零管用嗎？你把100萬變成1塊錢，物價也同步變了啊！這就像一個賭徒刷爆了一張信用卡，換一張新卡繼續刷，刷到最後連飯都沒得吃了。經濟學家說，委內瑞拉的經濟崩潰是現代史上和平時期最嚴重的經濟災難，嚴重程度堪比戰爭國家。你知道最荒誕的是什麼嗎？在經濟崩潰最嚴重的時候，委內瑞拉有一群年輕人發現了一條奇特的求生之路，在網絡遊戲裡打金幣。沒錯，他們在遊戲世界裡打怪刷裝備賺虛擬貨幣，然後把虛擬貨幣換成美元。因為遊戲裡的金幣竟然比委內瑞拉的真實貨幣更值錢，你能想象嗎？一個國家的法定貨幣還不如一款遊戲裡的虛擬金幣，這大概是人類經濟史上最黑色幽默的一幕了。第二個，黎巴嫩。如果委內瑞拉是石油綁架了一個國家，那黎巴嫩就是一場史上最大的國家級龐氏騙局。這話不是我說的，是聯合國秘書長和世界銀行白紙黑字寫出來的。故事要從黎巴嫩內戰結束後說起。為了維持經濟穩定，黎巴嫩把本國貨幣黎巴嫩鎊盯住美元。可要維持這個匯率，中央銀行需要源源不斷的美元。怎麼來？從商業銀行那裡借。商業銀行的美元哪來的？是老百姓的存款。中央銀行用極高的利息吸引商業銀行，把存款交上去，商業銀行再用更高的利息吸引老百姓存錢。你看出來了嗎？這就是拿新存戶的錢去付老存戶的利息，教科書級別的龐氏騙局。到了2019年，
商業銀行已經把大約900億美元塞進了中央銀行，其中600億早就被花掉了，花去哪了？被那些政治精英通過各種暗箱操作瓜分掉了。600億美元幾乎等於銀行家們從這場騙局中賺走的利潤總和。2019年10月，老百姓因為政府要對手機通訊軟件加稅而走上街頭抗議，結果這場抗議像多米諾骨牌一樣，把整個金融系統的信心推倒了。海外匯款斷流，資本大規模出逃，銀行一夜之間關門鎖死，結果是什麼？黎巴嫩鎊對美元貶值超過 90%， 你辛苦攢了一輩子的錢，一覺醒來只能買到以前1/10的東西。 GDP 萎縮將近 60%， 80%民眾跌入貧困線以下，銀行凍結了所有存款，每月最多只能領200美元等值的黎巴嫩鎊，而且按的是官方匯率，不是黑市匯率，實際到手的錢更少。更令人髮指的是，在危機爆發之前，一批政治權貴提前得到風聲，悄悄把200-300億美元轉移出了國境。窮的是老百姓，跑的是始作俑者。世界銀行說，黎巴嫩的經濟崩潰是自1850年代以來全球最嚴重的3場經濟危機之一。一個曾經被叫做中東巴黎的城市，現在連麵包都要在麵包店门口打架才能搶到。第三個，斯里蘭卡。2022年4月，斯里蘭卡做了一件自1948年獨立以來從未做過的事情，宣布主權債務違約。當時這個印度洋島國的外匯儲備只剩19億美元，可當年到期的外債高達86億，錢完全不夠還。於是加油站前排起了看不到頭的長龍，有的人在烈日下等了整整2天才加到油。全國每天停電長達10幾個小時，學校停課，工廠停工，醫院連做手術的電力都保障不了。總理在國會上直接宣布，經濟已經崩潰了。老百姓的憤怒到了什麼程度？他們直接衝進了總統官邸，在總統的私人泳池裡游泳，在總統的大床上蹦跳。這段畫面全世界直播，成為2022年最魔幻的名場面之一。總統本人坐軍用飛機逃離了國家。斯里蘭卡為什麼會淪落到這步田地？內戰結束後，政府大舉借外債搞基建，發行了170億美元的國際主權債券。借錢搞建設不是不行，可問題是大量資金流向了形象工程。你蓋一個全世界最空曠的國際機場有什麼用？旅客比工作人員還少。你建一個深水港卻沒有貨船來靠泊有什麼用？最後只能把港口租給中國99年來抵債。再加上2019年新政府上台後大幅減稅，稅收直接斷崖式下跌，然後新冠疫情又斬斷了旅遊業這條命脈。雪上加霜的是，政府突然宣布全面禁用化肥搞有機農業，聽起來很環保很前衛，對吧？結果農作物產量暴跌30%，茶葉和稻米出口大減，連自己人都吃不飽，收入沒了，支出暴增，外匯見底，糧食欠收，四面楚歌。第四個，阿根廷。說到國家破產，阿根廷簡直是這個賽道的老前輩了。過去200年裡違約了至少9次，堪稱全球違約冠軍。20世紀初的阿根廷有多富？人均 GDP 一度排進全球前10，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被譽為南美巴黎。歐洲移民搶着去阿根廷，就像今天的人搶着去美國一樣。可100年下來，反覆的經濟危機把這個國家折騰得千瘡百孔。2023年是最近一次高潮，年通膨率接近 300%， 物價幾乎每2個月翻1倍。一個普通家庭走進超市，這周買肉的價格可能是上周的2倍。阿根廷人早就不信任自己的貨幣比索了，他們把積蓄全部換成美元藏在床墊底下，或者塞進牆壁的夾層裡。據說阿根廷民間持有的美元現鈔高達數百億，僅次於美國本土。一個國家的老百姓寧願囤積外國紙幣，也不碰自己國家的錢，這本身就是最辛辣的諷刺。2023年底，那位拿着電鋸上台的自由派經濟學家米萊當選總統。他上任第一天就把比索對美元貶值 54%， 然後瘋狂砍政府開支，裁掉數萬公務員，取消電力和交通補貼，關閉多個政府部門。通膨確實開始下降了，到2025年年中已降到 40% 左右。2025年5月的月通膨率甚至只有 1.5%， 是5年來最低。
但代價是什麼？貧困率一度飆升到 53%， 意味着超過一半的阿根廷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。經濟就像做大手術，腫瘤可能割掉了，但病人也在大量失血。而且阿根廷在2026年面臨高達80億美元的外債到期，可以動用的外匯儲備只有100億出頭。如果國際市場稍有風吹草動，這場手術隨時可能前功盡棄。第五個，加納。你可能對這個西非國家不太熟悉，但加納曾經是非洲的模範生，經濟增長穩定，政治相對民主，還是全球重要的黃金和可可生產國。然而2022年12月，加納突然宣布暫停償還大部分外債。當時加納的公共債務高達550億美元，超過70%稅收都要拿去還債。這意味着政府收到1塊錢稅，7毛都要交給債主，只剩3毛來搞教育、搞醫療、搞建設。你說怎麼運轉？更離譜的是，危機爆發前11天，政府還信誓旦旦地宣稱公共債務佔 GDP 的比例是 75%， 結果財政部突然改口說，加上國有企業的隱性債務，實際數字超過了 100%， 賬都算不對，難怪要破產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緊急介入，債權人同意削減 37% 的債務面值，但老百姓的生活已經被徹底打亂。2024年，加納終於與債券持有人達成了重組協議，但這條復甦之路漫長而痛苦。第六個，尚比亞。2020年11月，尚比亞成為新冠疫情爆發以來全球第一個主權違約的非洲國家。這個南部非洲的內陸國長期依賴銅礦出口，當全球經濟因疫情放緩，銅價一跌，外匯收入立刻銳減。但真正的問題出在更早之前，尚比亞多年來大量向中國借貸，搞基建、修公路、修鐵路、修水壩，到了還錢的時候才發現根本還不起。63億美元的外債需要重組，放在20國集團的共同框架下談判，可這場談判拖了好幾年，中國債權人和西方債權人之間互相推諉，你說我先讓步，我說你先讓步，老百姓只能在夾縫中苦等。對尚比亞人來說，他們不關心什麼地緣博弈，他們只想知道下個月的工資還能不能按時發。第七個，巴基斯坦。這個2億2000多萬人口的南亞大國，幾乎每隔幾年就要找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借錢續命，前後已經接受了20多次紓困。這種反覆發作簡直像經濟界的慢性病。為什麼總是治不好？政治動盪是第一大病根，軍方和文官政府輪流執政，每一屆都在推翻上一屆的政策，稅基極度狹窄，大量富人和地主不交稅，收稅全靠窮人。能源嚴重短缺，工廠3天2頭停工，再加上2022年那場毀滅性的大洪水淹沒了1/3國土，損失超過300億美元，天災人禍交織。巴基斯坦就像一個帶病跑馬拉松的人，沒跑幾步就要倒下打一針。第八個，伊索比亞。2023年12月，伊索比亞成為繼尚比亞和加納之後第3個在疫情後違約的非洲國家。3300萬美元的國際債券利息到期沒付，連14天的寬限期過了也沒付，直接硬性違約。3大國際評級機構同時把伊索比亞降到垃圾級。這個非洲第2人口大國在2020年到2022年間經歷了慘烈的提格雷內戰，衝突造成數十萬人死亡，無數基礎設施被炸毀。戰爭的代價和債務的重壓同時壓在這個國家肩上。伊索比亞就像一個剛打完仗的傷兵，還沒來得及包紮傷口，就被債主堵在了門口。第9個，蘇利南。你可能根本沒聽過這個名字。蘇利南是南美洲東北角一個不起眼的小國，夾在巴西和法屬圭亞那之間，人口只有60萬左右，大概相當於一個中型城市。但別看它小，破產起來一點也不含糊。2020年，蘇利南宣布債務違約，外債佔 GDP 的比例一度飆到 150% 以上。原因老套路，政府寅吃卯糧，瘋狂舉債，石油和採礦收入又極不穩定，匯率崩潰，通膨失控，蘇利南人的工資買不起基本食品，年輕人紛紛外逃到前宗主國荷蘭謀生。這個曾經的荷蘭殖民地就像一面小鏡子，照出了一個殘酷的真相。在全球化的浪潮中，小國就像小船，大國的一次加息就是小船的滔天巨浪。
第10個，辛巴威。如果說委內瑞拉的通膨嚇人，那辛巴威就是通膨界的封神之作。2008年，辛巴威的通膨率達到了一個人類歷史上匪夷所思的數字 790 億，沒有打錯字，790億。一顆雞蛋標價100億辛巴威元，政府最後甚至印出了面額100兆的鈔票。這張鈔票後來成為全球收藏家的搶手貨，在網上賣幾十美元一張。諷刺的是，這可能是辛巴威元唯一比美元值錢的時刻。老百姓去買菜要推着獨輪車裝鈔票，你想想那畫面，一車的錢可能只換得回1袋麵粉。辛巴威為什麼會走到這步？穆加貝執政37年，在2000年前後強行沒收白人農場主的土地，重新分配。結果這些農場在新手經營下產量暴跌，辛巴威從非洲糧倉變成了需要進口糧食的國家，農業崩了，工業跟着崩，外匯枯竭，政府就開動印鈔機，印了多少？多到印刷廠的油墨和特殊紙張都要從國外進口，而進口又需要外匯，又沒有外匯，於是就形成了一個死循環。最後，辛巴威乾脆放棄了本國貨幣，改用美元和南非蘭特。可放棄貨幣容易，重建經濟太難了。至今，辛巴威依然深陷泥潭，基礎設施破敗，大量年輕人外逃到南非打零工。曾經的非洲糧倉，連自己國民都餵不飽。好了，10個國家說完了，你有沒有從中發現一些共同的規律？第一條，過度依賴單一收入來源，委內瑞拉靠石油，尚比亞靠銅礦，蘇利南靠採礦。當全球大宗商品價格一跌，他們就像斷了奶的嬰兒，經濟學家管這叫荷蘭病。一個國家因為某種自然資源太豐富，反而懶得發展其他產業，等到資源價格暴跌或資源耗盡的時候，才發現除了挖礦什麼都不會。資源是祝福還是詛咒？看看這些國家就知道了。第二條，政府瘋狂舉債，卻花在刀背上。加納借了550億，斯里蘭卡發了170億債券。伊索比亞打完仗還在借，借錢本身不是罪過，問題是借了錢幹什麼？如果投入了能產生回報的項目，那叫槓桿投資。可如果蓋了一堆沒人用的機場和港口，或者被貪官塞進了瑞士銀行賬戶，那就是在挖自己的墳。而且這些國家借的大多是美元計價的國際債券，利率本身就比發達國家高4到8倍。一旦美聯儲加息，美元升值，他們要還的錢瞬間膨脹。就像你借了高利貸，利率突然從 10% 跳到 20%， 光利息就把你壓死了。第3條，印鈔成癮，委內瑞拉印，辛巴威印，阿根廷也印。政府沒錢了怎麼辦？開動印鈔機，印出來的錢短期內確實能救急，但你印的越多，每一張鈔票就越不值錢，物價就飛漲，然後政府又得印更多的錢去追趕物價。這叫惡性通貨膨脹的死亡螺旋，一旦掉進去，幾乎沒有國家能靠自己爬出來。辛巴威的100兆鈔票就是這個螺旋的終極形態。第4條，政治腐敗摧毀一切。黎巴嫩的龐氏騙局是政治精英一手操控的。委內瑞拉的威權政府把所有制衡機構都收編了，媒體閉嘴，法院聽話，沒有人能阻止災難性的政策。巴基斯坦的軍方和政客輪流坐莊，每一屆都在給下一屆挖坑。當一個國家沒有獨立的司法，沒有自由的媒體，沒有有效的反對力量時，錯誤的政策就會像癌細胞一樣瘋狂擴散，直到整個國家的經濟機體壞死。第5條，外部衝擊是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。新冠疫情切斷了旅遊和貿易，俄烏戰爭推高了糧食和能源價格。美聯儲連續加息，讓全球美元回流美國。氣候變遷帶來的洪水乾旱更是雪上加霜。一個本來就搖搖欲墜的經濟體，任何一場外部風暴都可能成為致命一擊。就像一棟根基已經被白蟻蛀空的房子，表面看起來還好好的，但一場地震過來就粉碎性骨折了。你可能會問，國際社會不管嗎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不是專門幹這個的嗎？確實在管。但管得很慢也很痛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紓困通常附帶嚴格條件，要求你削減補貼、裁減公務員、提高稅率、推動私有化。這些改革從長遠看可能是對的，但短期內意味着老百姓要過更苦的日子。
而債務重組的談判更是拖泥帶水。尚比亞的債務重組從2020年談到現在還沒完全解決，因為債主不是一個人，中國是大債權人，巴黎俱樂部是傳統債權人，還有一堆私人基金持有國際債券，大家各有各的盤算，誰都不想先讓步，苦的還是那些等着吃飯的普通人。那麼下一個會是誰？這個問題其實比你想象的更緊迫，經濟學家們的風險名單還很長。埃及外債規模龐大，又嚴重依賴糧食進口，全球糧價一漲它就喘不過氣，而且蘇伊士運河的通行費收入也因為紅海危機受到了衝擊。突尼西亞政治持續動盪，債務壓力與日俱增，總統不斷集中權力，改革遙遙無期。肯亞的債務佔 GDP 比例不斷攀升。2024年，大批年輕人因為政府打算加稅而走上街頭，抗議最終迫使政府撤回了法案，但根本問題並沒有解決。土耳其這幾年的貨幣里拉也在瘋狂貶值，通膨一度飆到 80% 以上，就連一些大家以為很穩定的新興經濟體也面臨着越來越大的壓力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警告說，全球有超過50個發展中國家正處於或接近債務困境，這些國家加起來覆蓋了全球超過一半的 GDP， 而美國自身的國債也已經突破36兆美元，每年光利息就要付將近1兆，這個數字大到什麼程度？它比美國的國防預算還要高，連全球最大的經濟體都在為債務頭疼，你覺得其他國家會安全嗎？說到這裡，你可能會想，這些遙遠國家的破產跟我有什麼關係？關係可大了。全球化時代，經濟這張網把所有國家都連在一起，任何一個環節斷裂都會波及其他所有環節。當一個國家破產，它的數百萬難民湧向鄰國，衝擊就業市場，製造社會動盪。它欠下的天文數字外債讓國際銀行虧損，可能引發金融連鎖反應。它的消費市場消失，讓依賴出口的企業血本無歸。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不就是從幾家銀行的房貸問題開始，最後像海嘯一樣席捲了全世界嗎？當年雷曼兄弟倒下的時候，遠在北歐的冰島都跟着國家破產了，誰都別覺得自己可以獨善其身。更深層的問題是，這10個國家的故事像不像一面鏡子？過度舉債、產業單一、印鈔成癮、政治短視，把未來的錢提前花光，這些毛病真的只存在於這10個國家嗎？當你看到自己國家的公共債務數字年年創新高，當你發現物價漲得比薪水快，當你聽到政府承諾的福利越來越難兌現的時候，你是不是也該停下來想一想，我們離那條懸崖邊還有多遠？歷史不會簡單重複，但它確實會押韻。每一個破產的國家，在破產之前都有一段看起來歌舞升平的好日子。委內瑞拉人曾經飛到邁阿密瘋狂購物，黎巴嫩人曾經在貝魯特的夜店裡揮金如土，斯里蘭卡人曾經以為只要蓋更多公路就能走向繁榮，阿根廷人曾經覺得自己永遠是南美的巴黎，可當潮水退去的時候，才發現水一直在裸泳。最後我想說，國家破產最可怕的地方從來不是數字，不是 GDP 下跌幾十%，不是通膨率飆到幾十萬，也不是那些密密麻麻的經濟數據圖表，最可怕的是那些具體的人和他們被撕裂的生活。一個黎巴嫩的退休教師在學校教了40年書，退休金存在銀行裡，以為安度晚年沒問題，結果一夜之間存款縮水到只剩1/10，連看病的錢都拿不出來。一個委內瑞拉的醫生，當年讀了10幾年的書才拿到執照，月薪卻買不起一包衛生紙，只能帶着全家逃去哥倫比亞當清潔工。一個斯里蘭卡的計程車司機，在40度的烈日下排了2天隊，終於加到油，發動引擎的那一刻，眼淚忍不住掉了下來。一個阿根廷的年輕母親，抱着孩子站在超市裡，看着標價牌上的數字比昨天又漲了1截，手裡攥着的鈔票卻買不起1天的食物。一個辛巴威的老農，守着自己耕了一輩子的土地，看着它被重新分配給不會種田的人，然後眼睜睜看着莊稼爛在地裡。這些才是國家破產的真實面貌，不是報紙上冷冰冰的折線圖，而是一個個活生生的人和他們碎裂的日常。所以啊，昨天喝咖啡，今天撿垃圾，這話聽起來像句玩笑，
可對這10個國家的幾億人來說，這就是他們正在經歷的人生。而在這個充滿黑天鵝和灰犀牛的時代，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敢拍着胸脯說自己永遠不會倒下。我們能做的就是睜大眼睛，看清潮水的方向，然後確保自己不是那個退潮時還站在沙灘上的人，